是 David and Maisie Beauty School 的品牌大使 Erica。我和大家一样都非常期待2019新的一年的到来哦。大家对新的一年有什么新的期许呢？是不是跟我一样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热情呢？今年呢，我给自己一个全新的主题，就是新的一年更好的自己 ，New Year a Better Me。也就是呢，学习在生活的每个阶段更了解自己，接受自己最真实的样子，爱自己更多一点，变成一个更好的我。就像我今天的妆感，大家可以看到我脸上没有厚重的底妆，就是比较着重在我的气色，所以我的妆感呢，今天就是比较一个清新、自然、水润、薄透的感觉，这样也会是一个我自己喜欢的样子。今天的影片呢，与其说是一个化妆教学影片，不如说是一个分享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一起开始吧。想要跟韩妞一样清透又保湿的底妆的话呢，首先最重要的是你肌肤一定要做好补水的工作。我使用的是这款是 Skin Actor 的化妆水，那这个真的非常好用，因为它里面有多生态的保湿精华跟植萃尿囊素，所以它可以在你代谢你老废角质的过程中，又做到保水的作用吼。那我们其实啊，早上你一开始起床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，皮肤上面好像有一些油垢啊、脏污，这其实是你晚上在睡觉的时候，它就会代谢你身体的一些老废角质。那这个其实它是有保护你皮肤、平衡你皮肤一个 pH 值的作用，所以我们不要一早起来就用洗面乳这样子把它全部洗掉，这样其实会破坏你皮肤本来就做好的一个修复机制。这个时候呢，其实我会用化妆棉。这个化妆棉我选用的是这种脂纤维的化妆棉，然后把化妆水呢倒一些在这个化妆棉上面，然后把它放在你的手上，你在你的皮肤上面做一些画圆的动作，这样你同时呢可以代谢这个老废角质，然后又可以做到一些保湿的作用。好，就像这样。那因为我的皮肤呢是属于干性肌肤，所以我还是会用这个化妆水做一个湿敷的动作。那怎么湿敷呢？那你把它这样撕成2半之后，让它整个化妆棉上都沾满这个充满保湿精华的化妆水。那我大概湿敷的10分钟左右，等一下就可以开始上妆喽。好，那你看我现在已经敷了大概10分钟左右，我就可以把它撕下来了。因为我选用的这个脂纤维的化妆棉呢，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缩水，所以你就算敷了10分钟之后，它上面还是薄薄的水分。你看我脸上还是充满了这个化妆水的精华，那你就可以轻拍把它拍进你的皮肤里面。皮肤喝饱水之后，我们要做一个锁水的动作。我选用的是这款是 Skin Actor 的焕彩保湿乳液，它这里面有含有积雪草成分，所以呢，你只要这样子挤一个红豆大小，就可以使用在全脸的上面。它里面的这个成分啊，就是可以再加强你脸部的保湿，然后又可以做到一个修护的一个作用。那我会把它这样子放在我的指尖，用我指尖的温度把它搓热之后呢，就这样轻轻的按摩在我的脸上，然后让我们更了解自己的肌肤的状况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充分的吸收进去之后，我会再把我的手掌搓热，然后轻轻放在我的脸上，让这个手掌的温度更吸收到我的肌肤里面。我现在就要开始上素颜霜了，我使用的是这款呢是 Agatha 的玫瑰素颜霜，它里面含有玫瑰跟洋甘菊的成分。那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包装非常的可爱，你看它上面还有一只小狗狗。这个我喜欢用素颜霜的原因呢，其实是因为我们平常上妆的话，会直接用粉底或是粉底液，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下手一个太重，它可能就会让你的脸整个很死白，或妆感太厚重。那我这个素颜霜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质地非常的清透，而且它是呈现一个粉红色的状态，它可以擦在你脸上，让你脸的气色更红润、更粉嫩。而且这一款素颜霜啊，它里面的成分呢，含有一些珍珠粉跟云母的一个成分，所以呢，你擦上去它不但是有一些保湿的效果，然后它还可以让你的肌肤看起来更透亮、更有光泽感，就不像是你如果是上太厚重的粉底的话呢，你的粉感就会太重，而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光泽度。好，我上完了我右半边的脸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差异。它现在就是比较透出那个自然红润的光泽。那我现在把我另外一边脸也上去，
其实我会选用这款素颜霜呢，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符合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更好、更真实的自己嘛，所以我们就是不需要做太厚重的一些妆感，我们就是使用这个素颜霜，我们稍微遮盖一下我们脸部的一些缺陷，但是尽量使用真实的肤质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着重在保养的一个状态下，让我们的肤质更好。而不是靠我们的厚重的妆感。好啦，我素颜霜上完之后，再来就是遮瑕啦。因为我素颜霜就是大概让我的肌肤的色阶更透亮之后呢，我要看我皮肤可能就是有一些小小需要遮瑕的瑕疵呢，我们只要轻轻的把它遮住就可以。那我使用的是这款 Fleria 的刷具组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刷具，这里面的刷具真的是应有尽有，而且它 CP 值真的非常高，这一组不到1000块。然后它里面那个毛的质感呢，其实我是觉得非常的好。其实黑眼圈啊，大家都不用遮到太高的一个位置，我们就是尽量把它放在黑眼圈的最下围，再慢慢的往上遮，这样子呢，你才不会把那个黑眼圈遮得太不自然。所以就像我这样放在下面的位置之后，再轻轻的往上带。我从黑眼圈的下围开始往上带的话，这样就可以遮出一个很自然的黑眼圈咯。好，我现在黑眼圈的遮瑕部分已经做好了，再来呢，我还有一个地方要遮，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是我的嘴唇周围，有一些女孩们跟我一样，嘴唇周围的那个色素沉淀比较重，因为有一些呢可能是你的口红没有卸干净，有一些可能是你天生的，像我就是天生的。那我这个时候我会选择用手指来上遮瑕，因为它会比较容易吃进去。其实你不只是可以遮住你的暗沉，如果说你现在想要做一个咬唇妆的妆感的话，有一些人也会这样子。在我底妆的部分就大概完成咯，接下来呢就是我的眉毛的部分了。眉毛呢，因为我的底妆今天是比较一些自然清透的感觉，所以呢我们眉毛就不要画太浓，不然看起来会很突兀。现在已经不是流行海苔眉的时候了。那我这次也是选择这个 Fleria 的眉刷，眉毛的部分跟我的鼻影呢，我用的是同一盘，我用的是这一款。那我在里面沾取一个颜色来画我的眉毛。这一盘眼影它比较显色一点点，所以你要先刷一点在你的手上，你再轻轻的顺着你眉毛的形状做描绘就可以了。你如果要怎么抓取你眉尾的位置呢？其实我是从眼尾到我的鼻翼，用你的眉笔连一条线。你就可以找到你眉尾的位置在这里，就可以大概是这样抓。大概我颜色会上到眉毛的中间偏前面一点的位置。那眉头的部分呢，因为我们这次是比较自然妆感，会选择用眉刷把我后面的余粉呢往前带。好，眉毛的部分就完成咯。那再来呢，眉毛完成之后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的鼻影。我的鼻影呢，我也是选用这个。那我也是同样使用同一个眼影盘，我使用的是这个颜色。那我这个也是一样，它很显色，所以就是沾取一点点就好了，在你的手上先稍微做一个晕染的动作。再来鼻影的位置要画在哪里呢？我会上在眉头到鼻梁这中间这个三角地带。其实你可以往上带一点到你的眉头的部分，这样子你的眉毛看起来就会更自然。你可以再搭配一些手的部分，就是可以让这个鼻影看起来更服帖。三角地带其实你大概打完你的那个轮廓的立体感就会特别的重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还会再修一个地方是这里，你的鼻头的这个部分。那我也是把比较重的粉呢上在鼻头的位置，然后再用余粉把它往上带，把它连接起来，把你刚刚上在三角地带往下晕染的部分把它连接起来。这样子呢，你的鼻影才会打得很自然。好，我一边的鼻影就画完了，你可以看，就两边的立体感是不是很不一样啊？大家要记得，你那个鼻影的部分也是一样，一层一层慢慢上就好了。其实鼻影画完呢，你要打这个阴影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，就是打亮。打亮呢，我这次就不使用粉状的打亮了，我是使用我们刚刚用的遮瑕膏，我们也是放一点在手上，是不是很特别？用遮瑕膏来做打亮。我就沾取一点点这个膏状的遮瑕，然后打亮在我的鼻梁中间的部分。那你的鼻头也不要忘记，鼻头打亮呢，你就可以让你的鼻子看起来更翘。
有了眉毛之后呢，当然还要一个水汪汪又有神的眼睛啦。那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就是要画眼线的部分来做强调了。眼线我是使用这一款眼线笔，真的是非常的好画，因为它就是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出它画出来的质地很滑顺，就是不会像有一些眼线笔画出来会卡卡的，所以你就是那个线条就会没有办法很流利。我们就画一个清新自然的，一点点带出来你眼睛形状的眼线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这次的妆感比较自然，所以我选择的眼线的颜色是咖啡色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刚刚是先从眼尾的部分开始描绘。那我这次呢，我想要感觉呈现的是一个比较无辜的眼妆的一个感觉，所以呢，我画的眼线是比较垂的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。那这个眼线怎么画呢？其实我都是眼睛张开，然后把眼线平拉往后画。为什么是平拉呢？因为你在眼睛张开的情况下，你眼线画平拉，其实你往前看，它就是下垂的一个状态。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你是往下垂的方向开始画的话，哇，你现在眼睛会看起来无比的衰。所以大家记得平拉就够了。你把眼尾画出来之后呢，你再顺势的把眼头的部分给补完就行了。眼线画完之后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，就是睫毛。这其实是我个人最着重的一个部分。那睫毛呢，你要根根分明的画，然后要卷翘又立体，炯炯有神。其实非常重要的是，你要先夹过它。那怎么夹可以夹出炯炯有神眼睛呢？其实就是3段式的夹睫毛法。我会先这样子，从根部的部分先夹过，把根部夹出来之后呢，你就慢慢的往前移。挪动到你的睫毛中段，挪动到睫毛中段的时候，我会稍微的把它角度往上拉一点，最后再夹尾部，这样你就可以夹出一个卷翘的睫毛了。好嘞，睫毛夹完之后呢，就是上睫毛膏了。我使用的是这个，这也是我近期的爱牌，这是 Kiss Me 的睫毛膏，就是它是防水的，然后它刷出来又是很浓密卷翘的。那我使用睫毛膏，其实我有个小习惯，是我会这样子，先把它转一转，然后让整个睫毛的刷头都均匀的沾到睫毛膏之后呢，你拔出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是，你睫毛头上面通常都会沾到很多的睫毛，你要记得把它勾掉。这个膏要把它勾掉，不然你就很容易刷出蟑螂脚的睫毛，真的非常难看。好，这样子完美的睫毛膏的刷头，你就可以拿来刷你的睫毛喽。那你上睫毛刷完之后，不要忘记下睫毛是我非常着重的一个地方，因为你有没有记得刷下睫毛，其实眼睛的大小会差很多。眼妆画完之后呢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，就是你的气色。那气色就是腮红，我今天使用的是这一款。这一款呢是 Avril 的腮红，那这个颜色我非常的喜欢，而且它的粉质比较细，它就是跟一般的那种粉状腮红不一样。因为我们今天的妆呢是比较服帖、比较薄透的，所以我不会想要腮红一刷上去就是一个粉雾状很重的感觉。它的质地很细，然后又带有点珠光，所以呢，这个腮红我会选择我用手上就好了，我就不用腮红刷了。那我会用手呢沾取它之后呢，轻轻拍打在我的笑肌颧骨的上方。往上带，好，这样我腮红的部分的底色就要差不多了。为什么说是底色呢？因为我这次希望我的腮红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渐层的感觉，所以呢，我要加上这一个。我为什么会想要再选择用口红来上腮红呢？因为呢，这样子还可以让我的腮红呢有更白里透红的感觉，而且你看这个唇膏它非常的滋润。它拿来当腮红呢，可以让我的皮肤看起来更润透的一个感觉。那我先把这个唇膏放在我的眼睛下方，然后到颧骨这个位置，那放一点之后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它这个质地非常的润透吼？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轻轻用指腹把它拍开拍匀，跟我们本来打好的腮红底色呢融在一起。好，我腮红的部分就上完了。那腮红上完之后，再来是唇膏了。我唇膏就是用我刚刚在补腮红的这一支同一支唇膏，然后把它擦在嘴唇的中间，擦在嘴唇的中间之后呢，你用你的小指把它轻轻的拍开，这样我新年的妆容就完成啦。
好，我们今天分享的保养跟彩妆步骤都到这里。大家喜欢我今天分享的妆容吗？我们今天妆容的重点就是自然跟亲和的路线。那我们推荐的产品呢是大量天然成分萃取而成的，让我们的皮肤可以从里到外健康，让我们最好的肤质成为我们最棒的秘密武器。最后，我们再回顾一下今天的主题。做最真实的自己，更好的自己。当然，更好的自己呢，不只是外表而已。新的一年，我们要多花一些时间与自己相处，让我们由里而外的健康漂亮。我们一起进步。新年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！ 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记得在影片下方留言，就有机会获得这款超棒的素颜霜哦。我是 Erica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